我不觉得有很多去玩的人，他们犯了什么样子的滔天大罪，或者是你就应该去死，甚至是讲说你看到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但我们刚刚的脉络就是这些看似对你好的事情，终将在中共的体制之下，有一天它会变成是对你施展的一个利刃。那这时候你的认知失调可能会更加的混乱跟痛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我们今天不读稿。那这系列呢，我就会不看稿，然后改用闲聊的方式讨论可能网红圈啊，或者是 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是最近讨论很多这个中国统战。没错，就是前阵子摄图日记的巴囧啊，就拍了一个中国统战纪录片，然后第一集一发布就引起非常多的讨论，那2天就有200万观看。因为刚好这个主题我们团队也蛮多想法的，所以就今天就来请志祺简单来分享一下。那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自己下厨时是不是常常想不到要煮什么呢？苦恼食材该如何搭配，总是缺乏料理灵感。想要灵活的运用食材，创造满满菜色变化，那这堂奇迹的以物多煮公式线上课程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课程呢有出过3本热销食谱 ，IG 教学影片超过2000万观看的料理达人 Kazu 担任讲师，他将多年实践的家常菜心法精心整理为一套由食材、风味、形态3大元素组成的以物多煮公式。帮助你更有逻辑的搭配食材，衍生出不同的料理变化。为了让这套公式更贴近日常料理的需求，Kazu 特别挑选了8种最常见、最百搭的热门食材，让你将家常菜色轻松变化出美味新花样。现在这堂一物多煮线上课程早鸟优惠只要32折起，让你现省5000元加菜金。输入我的优惠码 Cook77，还能够再折350元。主妇、主夫们，赶快行动吧！那因为有的观众可能没有看过巴囧那支影片嘛，那志祺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这支影片在做什么？目前是只有上集啊，那基本的内容呢，就是巴囧找到了一个这个舔共多年的网红陈柏元，然后他又叫做这个闽南郎。那这个闽南郎呢，就说他因为受到了一些铁拳的制裁啊，然后觉醒了，所以想要揭露这个中共统战的手法，让大家知道。但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中共统战其实应该不是什么新闻。那为什么是这支影片会特别受到关注？我觉得第一个是他的手法，就这个形式，他的形式是用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去讲故事的，然后是我觉得蛮有节奏的去推进，所以你看起来是代入感很强，然后有一种悬疑感，就是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呢？所以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看动机。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相较于一般模糊的一些讨论的手法或者是结构啊概念，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可能有组织的名字、地名、人名，然后还有大量的手机的微信的截图，然后实际通话的过程，甚至是它超多旧照片的。我在看的时候，然后这旧照片也太多了吧？真的大家会存那么多旧照片吗？这是重点吧？没有，因为像我是不拍照的人，所以甚至还有那种之前的会场里面的一些录影啊，我就哇天哪！这我自己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感到很冲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会让他看起来更容易觉得是很真实的。不过你讲真实这一点，其实我看到就是蛮多的批评都觉得说，巴囧这个根本是编剧家，这根本是剧本演出塞好的，那没有什么可信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技术面来说，它确实是有可能去造假这个纪录片的，但因为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细节嘛，还有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都是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查证的一些线索。这样子，像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就蛮好玩的，纪录片里面有出现海峡导报这个他说社长林进东，结果林进东呢，他就出来发文反驳说自己并不是社长，只是一个助理而已。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在真实的部分里面，就是这通电话是真的有发生的，但同时呢，他也可能有错误，这个人并不是社长。所以这边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多多的观望，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应该会有更多的讯息，就可以让大家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说到林进东，那这次引起非常大讨论的一个点是，他提到钟明轩的名字嘛，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就证实钟明轩是在帮忙大外宣的。那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我觉得因为这个纪录片的手法是有经过剪辑的，所以呢，其实单就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确认前面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说会提到这个人名。所以以此来说，我觉得资讯是还有点少，没有办法马上下一个东西判断。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先收着，等之后再放出来，有可能。但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个个案好了。我觉得就这一波影片它引起的网络上面的这些讨论啊、舆论，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这些会感到非常的愤怒或感到很恐慌的这群人，他们是会觉得说，有很多内容在传播之后，好像就会有意无意的会去忽视啊，或者淡化，甚至是避谈中共是敌人的这件事情。而这边产生的一个认知落差的核心，我自己感觉就是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敌国？如果今天是一个敌国的话，你就能够同意说，
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感到很恐慌。但如果你没有把它视为敌国，可能就会觉得，其实还好吧，这不就是很多国家在做的事情吗？那你要怎么去定义它是不是敌国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敌对政权的定义到底有哪一些，画面上面这边就是 GPT 提供的。第一个是军事的威胁，第二个呢是官方层级有频繁的敌对言论，第三个是这个破坏外交的行为，第四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的对立，然后第五个是主权的争议，还有很多嘛，我没有全部念完。但我觉得中共是我们台湾的敌人，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太会去否认这件事情。怎么那么耳熟呢？上面的指标。对，然后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有不少的人，他们是真的很不想要把中国视为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敌对的势力。你说八九里面的人吗？你不要挖坑给我跳。我举个例，就是从小到大，大家的身边可能都会有一种长辈，他会说，错的是这个中共，而不是这个中国。然后大家不要这么仇视整个中国。那我觉得撇除掉一些自我国籍认同就是中国，然后本来就想要统一的人以外，会这样子想的人背后可能有几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是他觉得中国就是比较强，然后呢觉得我们台湾很小啊又很近，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尽办法靠拢。而且挑衅呢，可能会让我们被欺负得更惨。第二个，我觉得是他虽然讨厌中共，但又有点认同，喜欢中国文化。毕竟我们受到的教育，我们的这些熏陶，是真的受到中华文化影响很深很深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反中的浪潮，会觉得有点痛心，甚至有点认知失调。难道我过去的认同都是有问题的吗？这个时候，他会很想要把中共跟中国的概念进行一个切割。那第一种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过是蛮多次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政治时差那一集。那第二种想法，我其实也是蛮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华人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想象的集合体，它包含的可能像是人啊、文化啊，然后地点。生活的体验、情感、食物、商业价值啊，或者政治体制等等的各种很复杂的面向，它被糅合在一起了。而这些面向里面呢，一定多多少少就是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或者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然后甚至是一些喜欢你割舍不掉的地方。所以他很容易会觉得骂的人是非常不理性的，就全盘否定了那个什么东西。对，想说，我称赞一个中国，或者是有的人，我只是用了一个我常常在TikTok 上面看到的词汇，甚至是我就是日常的这个食物里面选择了某个食物，他就被骂了，然后说你称赞中国，你怎么吃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我真的就是来自那边，我的血缘亲近。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冲击。我觉得这些想法看起来都很合理，但是我认为这同时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担心的一个部分。所以你的意思是，中共跟中国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分不开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分不开，它绝对可以分开，因为它代表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分开了，并没有办法真的达到什么好处。怎么说？好，我这边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我的身边一个中国朋友，他跟我讲的一个故事，就他看到的那支影片里面有一段是闽南郎他的这个商业利益被侵害的那个段落嘛，他觉得说，这个人第一时间竟然是想要走法律程序，他觉得超级有趣。他说，如果是他们，一定是直接找一个有利的人士来帮忙去打点他，来敲。对，我这个朋友他本身非常非常讨厌中共。那他的观点呢，就是说中共的权力已经深入到体制里面，而每个中国人的利益都跟他是绑定在一起的。但这个跟刚讲那个是有什么关系？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你都一定会碰到中共的人，你是完全避不开的。那我们先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的他的讲法，所以呢，他在出事的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直接找一个更有利的人来敲。那这个人是谁？就是中共的人。好像真的没有想过这一点，就是文化差异的意思吗？对。但是除了这些想法跟习惯的不同，我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让我得到一个最大的体悟，就是说，中共他所谓的控制跟权力，其实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或者是洗脑，像我们之前开的那些课本，而是它有一整套非常坚实跟完整的结构，让你在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最后你可能要照着做。这是官方的掌握是无所不在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跟民众的日常它是可能高度结合的。例如说你去中国发展一个艺文产业好了，因为中国的艺文产业也是中央在管理的嘛，所以你最后呢一定会需要跟官方的人士去有一些接触，或者是你今天你可能去中国经商，你等到生意做大了一点点之后，你要缴税啊，你要扩张啊，你要更多的土地啊，巴拉巴拉巴拉，你都需要打点当地的一些官员。那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是直接控制了所有的人，让他在必要的时候，大家得要依照他的规则做事。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好了，觉得中国很好的人，我还是认为他的认知可能没有错的。他去了这些旅游景点，可能就真的漂亮，或者是他那边的人呢，也对他就真的是非常友善。而这些人呢，确实都可能在那个当下没有想要伤害我们，也觉得我们就是他的好朋友啊、好同胞。但是在整个体制之下，如果今天中共他出了什么样子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他今天他要保密防谍，他要抓间谍，或者是他今天要想要查税，或者是他要封杀等等。
大家就必须要照着中共的意思做事。他可能无意想要对你怎么样，但他被迫要这样做。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懂说，为什么把中共跟中国去进行一个很明显的切割，它没有这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想要避免的是一个很极端的状况，而在那个极端的状况之下，中共会有各种方法让中国等于中共，按照它的体制做事情，加上是个敌对国家，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对，就是在中共面前，就不管是一般的这个市井小民，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生意的这些台湾人，大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他谈的嘛。所以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台湾人，他想要去那边发展，他是不是可能会被迫要照着一个中共的规则做事？那时候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自媒体的人，他会用什么东西去跟他换？可能就会是一些统战的项目，或者配合他的统战。换句话说，我觉得并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对于中国充满着善意，或是跟你交流的这些平民百姓充满善意，这个事情就会往我们想要的方向的地方去发展。因为最关键跟最有决定性的其实是中共的态度。就在这套体制的结构面前，任何的个体的想法，它都是非常非常难抵御的。那所以你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应该跟中国有任何交流的意思吗？我觉得先打一个预防针，中国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邻居。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跟邻居的关系很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蛮开心的。比如像是日本啊，现在台湾人跟日本就基本上我们对彼此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嘛。两边比赛的时候，不管谁赢，大家都会真心的祝福，然后感谢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邻居的状态。那如果中国可以跟我们这样相处，我当然觉得，这个很棒。可是现在中国就是前提就是敌对国家，对，因为中国对我们的态度就跟日本完全不一样，而且特别是中共嘛，就中共仍然觉得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啊，然后一直都没有放弃统一这个台湾嘛，然后也不排除透过武力的方式来做，而且中共看起来并没有想要放弃他们的这个威权的体制。然后短期内呢，他也看不出来说他会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多少还是要承认一个现况，就是说大家都很难改变中共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意志呢，会从很多的方面去推进，让他们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事情，也就是侵略台湾。所以我觉得在敌人想要侵略我们，然后改变我们生活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想要维持现在的生活，那确实是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来预防。那如果我们不预防，甚至呢，让事情往这个中共想要的一些方向前进，那我们就会越来越难以维持我们现在想要的这个生活。但你说预防是什么意思？远离中国难道就可以预防吗？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先知道中共他最想要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可能会想要怎么做。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嘛，就简单来说，中共最想要的就是让人喜欢中国，然后喜欢中共，然后再来可能是让人讨厌台湾，看清台湾，彼此猜忌啊，不信任民主。那至于做法当然有很多种，那其中一个最明显，而且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会分众处理。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策略。如果说是没有特别在意意识形态的人，我们软性宣传一些中国的正面形象，或者是假讯息去压制一些负评。那如果你今天立场比较坚定的人，可能就可以利用一些大家敏感的神经去挑起一些纷争啊、煽动对立啊、制造动乱等等。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细节，我觉得可以再去找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成都网红的那支影片。总之，我觉得多多讨论这些资讯都是有办法帮助大家建立一个预警机制的，因为你就知道说，对，我做这件事情的确可能会如他们的意。即使你今天做这件事情是无意的，帮忙宣传啊，帮忙发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的确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会不会在隐性之中就帮助到了其他的人？我想这个就是很多人担心的。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了别人，然后这个人呢目的是最后剥夺你的自由，然后他们看到你现在正在往一个陷阱，然后你不要再往下去走了。但回过头来，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远离中国，我反而会觉得完全远离或是不交流都不好，因为那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不了解他。可是这边就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你要怎么样一边预防又一边想要交流？好，我觉得这边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就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期待大家给我更多的想法，都可以就是把它留下来。但我自己就是跟中国的朋友是有比较多的交集的，也因此我觉得它有帮助到我更理解两边的文化，还有在认知上面的一些差异，还有中共他们能够怎么样去做。所以从我的经验来归纳的话，我觉得交流的时候有几个方向或许是可以特别注意的。就第一个就是交流的这个对象到底是谁。第二是这个交流呢，可能隐含着什么样的性质？然后第三是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够忽视中共对台湾的这个野心。如果我们今天是跟一个一般人，就是一般的那种个体就交流，但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就稍微还好。但如果呢，你今天是要跟单位或组织层级的，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现状就是中共对于台湾有野心，而且整个中国都是中共的形状嘛，所以他们很擅长呢运用人的善意，然后把它变成这个统战台湾的一些武器。而另外，我们刚刚讨论过了很多，都是面对中国的这个层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如果我们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我也会觉得从自己做起是很重要的。怎么说？
就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啊、理性的这种国家的体制跟社会的氛围，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尽可能的在所有公众议题的讨论上面，我们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执行嘛，多练习啊，然后多习惯，然后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文化。例如说，理想的讨论，我们大家觉得，让两边好好的发表意见，一起讨论，或者是今天大家有意见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开始用很多的酸言酸语把他骂一骂，或者是直接嫌对方是怎么样，然后就不听对方讲话。就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真的好好的实践出来。易行难。对，但我懂它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先练习。因为我知道民主有很多它很无效率的地方，然后会让大家失望的地方。但就是对于中共来说，台湾的混乱，或是你不相信民主这件事情，不再理性的讨论啊，互相猜忌，这都是他们想要，而且对他们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自己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那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尽量的去实践，然后号召更多的民众愿意一起相信我们这样子讨论议题的方式。你说自己其实从最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这样子比较理性，好好把大家的东西都摊出来。讲的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人信嘛，觉得说你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难看，可是实际上我们也慢慢的走到了一个150多万，然后我相信我们是可以走到200万的。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sign 也好，或者是它是一个灯塔也好，或者是一个真的微不足道的指标。我要讲灯塔，我觉得那样感觉好像自己很了不起，对，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说有很多人在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 belief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很稳固的力量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讲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快哭了。没有，但是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不觉得有很多去玩的人，他们犯了什么样子的滔天大罪，或者是你就应该去死，甚至是讲说你看到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但我们刚刚的脉络就是，这些看似对你好的事情，终将在中共的体制之下，有一天它会变成是对你施展的一个利刃。那这时候你的认知失调可能会更加的混乱跟痛苦。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不管是你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觉得很难过。那如果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有一个这样子一起的假设跟目标，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而这其中也包含了理性的讨论跟好好的分享，去让更多人知道你所相信的那个价值在哪边。就今天在故事的叙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老实说，它就是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那这个秩序当然跟政权可能有点关系，可是终归我们要有秩序的存在，前提就是被一个被我们认可的政府所统治，不然的话。干嘛呢？可能今天我们被捅了，777过去长久以来的记忆就没了，这就是个证据，就没了证据。对，那我也会觉得蛮难过的啦。所以我们才会每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尽量的讨论，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日常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练习，然后最终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共识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啦。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其他不同的想法，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片，欢迎分享出去，或者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的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其实我也去过中共交流很多次啊，能够跟台湾学生交流的单位，基本上绝对都是全部都是有政治背景这个不可能没有。对，这个就是大家讲的，他觉得很压抑，就是大家不知道吗？对啊，大家真的不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哦，是吗？中共的势力很大，没错。但其实至少就我的认知，就上有对策，下有对策啊。大家都很会玩这一套，就是你有东西压下来，大家其实还是会虚应故事。你要逃脱那个魔掌，也不见得那么难。因为我觉得它一定有发生，但前面讲到这种没有这个就做不了事情，其实也不见得。你在讲说好，中共的确有这样子钢铁般的意志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下面的人不一定会配合，所以不一定会走到这个。对，然后第二个点是有一点，他把中共当成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就是实际上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也很多。之前做秦刚那个，其实我想聊这个，就是中共的体制，它没有像我们的民主条文宪法告诉你议事规则是这个，但其实他们是非常多的惯例成规，然后大家要照着这个方式做。它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惯例跟漠视的方式在牵制他们那个动向。它党内是非常的动态的，动态平衡这样。对。可是就是有一个人就破坏了一个是动态平衡，对，没错，习近平，没错。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在面对一个已经不可预期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得把它想得非常的极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防卫嘛。如果我们今天不把它想得很极端，我们想说他应该不会，然后我们就不做什么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这个我同意啊。然后再来是他会不会真的非常的极端，用很多的行为去逼？我觉得我们看到好像确实其实还是会，因为你说像秦刚嘛，他就消失了。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要让你消失，他其实也是做得到的。对，所以这些东西有没有把它想得真的
太过头。我觉得在今天有一个人要来打我们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是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想得比较过头。有点像是今天我们大家在设定这个大楼的防震耐震的时候，我们就会设定这是50年的耐震，因为我们要设想这个人的最极端的状态。那我认同说他现在可能没有这么的疯，的确有可能。可是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准备期，把别人想的疯一点，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